太晨宫对于凤九来说，实在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凤九一路尾随着帝君，四下里偷偷张望，发现太晨宫的景致竟和她做婢女时一模一样。凤九想起她最后一次来太晨宫的时候，装的一身伤病被帝君一眼识破。他疾言厉色，说他没见过他手染鲜血杀红了眼的样子，说他喜欢的不是真正的他。他的确是没见过他的从前，但又如何？他爱的是他的现在啊。人也好，神仙也罢，都只能活在现在啊。什么真的他假的他，说辞罢了。下凡历劫的时候，文昌帝君就是真正的东华了吗？他不信，他昏迷时想的也只是东华，也只有东华帝君而已。凤九来到久违了的书房，进门就看见墨渊上神。在夏清秋白凤九见过墨渊上神，凤九行礼。墨渊只知东华在天君殿前带走了这个小姑娘，却没曾想过东华会把她带回宫里。他看向东华，东华却悠然自得地坐下给自己斟茶了。凤九低头等了半天都没等到上神请他起身，觉得如果自己主动认错，态度良好，也许上神就饶了他吧。于是直接开门见山，我从前在太晨宫做婢女时不小心打碎了墨渊上神赠与帝君的茶杯，我真不是故意的，万分抱歉。墨渊淡淡地看着他，良久才开口，果然是打碎了。司命心里一颤，上次自己撒的谎还是蒙不了墨渊啊，难怪当时帝君是那副表情。凤九疑惑地抬头，带着询问的目光，什么叫果然？难道墨渊上神本来不确定茶杯打碎了？这位小殿下心中一直过意不去，平日里又见不到你，这次好不容易有机会，巴巴地缠着我带他来向你亲自致歉。帝君喝着茶悠悠地说。凤九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说话的男子，他怎么就能这样脸不红心不跳地说谎呢？司命也没想到帝君如此厚颜，自责于今天助纣为虐，把凤九坑惨了。都过去那么久的事了，何必介怀？既赠与你，便是你的了。墨渊回应着帝君的话，他看出来凤九楚楚可怜的境地，不着痕迹地宽慰他。方才你说在太晨宫做婢女，是为了报答东华帝君的救命之恩。凤九接着把当初东华从赤炎金泥兽追杀中救下自己的事迹详细地描述了一遍。墨渊听完许久才开口，你一个青丘的人会派一只赤炎金泥兽？东华听着凤九讲述往事，原本心中得意，不料墨渊的关注点竟然在这里。凤九有些结巴了，不好意思地轻声应宁，当初东华帝君也是这么说的。当初天君四处通缉赤炎金泥兽，他竟能藏身于青丘，看来青丘森林茂密啊。一听墨渊上神提到自己家乡，凤九也忘了打碎茶杯的事情，洋洋得意地围着墨渊讲了好多青丘的景致。司命看着小殿下对墨渊上神热情的样子，悄悄看了眼被撇在一边的帝君，见他老人家只顾喝茶不曾在意，略略放心。那就有劳司命星君把我历劫的地点放在青丘辖区的凡界吧。墨渊从凤九眉飞色舞的叙述里抽身，转而向司命说话。好，没问题，小仙的命簿本快写完了，这就再改改。司命连忙答应。凤九疑惑地问，历劫？正是。小殿下可否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墨渊虽尊为上神，却依然对凤九极有礼貌。凤九见墨渊这样问他，觉得很受重视，满心欢喜地答应了。墨渊不易察觉地笑了，可以去那个人的家乡，即使是历劫，也仿佛把从前缺失的补了些回来。商议了历劫之事后，墨渊向东华辞行。凤九本就是被诓来太晨宫的，也怕再惹出什么流言蜚语，加之一直想套出墨渊的心上人，找个由头随着墨渊一同出了太晨宫，自然他是什么都没能问出来，样样的回了狐狸洞。几日后，司命写好了墨渊上神历劫的命簿，向帝君呈批。帝君明确下达了历劫60年太短的指令，要求深刻贯彻体会人间六苦的宗旨，对特殊人才要特殊照顾，能翻倍的辛劳就让他翻倍，能剧烈的痛楚就让他剧烈，方不浪费一方战神的资质。总之就是3个字：虐、残、狠。司命拿着改了5、6道的稿子再次呈批给帝君的时候，总算得到了首肯。只见帝君流露出愉悦的神色说道：
墨渊与我相知甚久，我自然不会亏待老友。既是去增加修为的，就一次性多加点，如此这般才能加速他的恢复进程，让天界的战力回升到稳定的水平。于人于国都是易事。自那日夜华闻得凤九的评价之后，心下伤忧，又觉得酸楚，怕自己调整不好状态，索性不肯见白浅。白浅见自己回娘家了几天，夜华都没动静，更是赌气，愈发不去上朝。可怜的凤九无辜成了受害者，天天被迫在朝会上干杵着。因为没有飞升上仙，就当上了女君位。青丘一些小仙并不服从凤九的管教，凤九十分头疼这些骚动，加上之前墨渊也奇怪他青丘的人还怕金泥兽，着实给他自尊心伤口撒盐。凤九寻思着找他叔叔教他几招，可白珍总是不见人影，凤九的心愿一再搁置。不巧今日朝堂上天君竟然主动问起东荒的骚动，凤九没料到这些小事也能惊扰圣驾，只好可怜巴巴地如实回答。天君了解情况后觉得并不严重，但仍然谴责了凤九几句，说他修炼不够才不配位。天君感慨白家一窝子都是上神，怎么没好好管教一下他。三皇子连宋闻言突然计上心头，对天君说，禀父君，而臣私以为就是因为白家人太骄纵，青丘小殿下才略显滞后，所以不能让自家人管教，得请一位有资历的师傅指点一二。连宋说罢，悄悄回头望了一眼程昱，程昱瞬间明白了，难得一见的抛给他一个赞许的眼神。天君认为连宋说的有理，青丘东荒与异界比邻，是重要地带，不容有任何差池，而青丘女君身份尊贵，寻常的上神是不能做师傅的，墨渊岛是不错的人选。天君询问为何不见墨渊上朝，士官答曰墨渊上神臂关中。天君想到昆仑虚不收女弟子，也就作罢。放眼望去，这能征善战的神仙，天君把目光投向东华帝君，不知哪位愿意指导青丘女君。天君对众人发问，眼里却瞧着帝君。半晌没人敢接话，大家早已看出天君的意向，哪敢擅自出头。即便想讨好天君，举荐众议人选，可这人选又是谁都不敢得罪的东华帝君，一向不理闲事，万一自己举荐之言误了他老人家的意思，保准吃不了兜着走。又想起传言中这位青丘女君与东华帝君的关系，不论是真是假，且远离是非为上。凤九一直低着头，默默等待谁能冒个泡救他一把，可偏偏整个殿堂几十号人就是静的连个声音都没有。凤九觉得自己把青丘的脸丢得脱了一层皮，自己资质竟差成这样，惨遭嫌弃吗？我倒是有个人选推荐。众神顺着声音望去，开口的人竟然是东华帝君本人。凤九没想到冒泡的人竟是东华，他领教过他的套路太多回，宁愿继续羞死在沉默里，也不要活在他挖的坑里。众神等着帝君毛遂自荐。也对，眼下这格局，由帝君自荐是最好的出路了。十里桃林的折颜上神，折颜闻声连扇子都忘记扇了。却听帝君继续说道，十里桃林离青丘很近，上神管教起来也方便。折颜总算从震惊里回过神来，连忙应对，这练修为是极苦之事，就是因为和青丘离得近，小神与狐族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又看着小殿下长大，着实下不了这个狠手。天君看折颜也不接这个差事，便想借他之口用用，那就请折颜上神另举他衔。这昆仑虚之所以才人辈出，一方面是因为墨渊教导有方，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昆仑虚与世隔绝，所以修仙的事情就得脱离世俗。可凤九小殿下毕竟是青丘唯一的孙子辈，也不能太严苛，既不能完全归隐，又不能身在闹市。小神觉得暂且不考虑人选，先从教场来择地，不知天君意下如何？折颜绕了一大圈，就是不肯明说。帝君皱眉看着折颜，他本想找个人卡位，自己好推辞，可这卖假药的老家伙竟把皮球又踢了回来。你说的在理，这么说来，九重天里符合条件的地方，天君佯作思索状，等人说话。折颜这个老狐狸怕是指望不上了。程昱心里着急，忽的就站了出来，也就只有太晨宫了。帝君轻轻咳嗽了一声，这一咳嗽，程昱不敢再说话。
连宋赶紧出来维护。太晨宫绵延数里，场地开阔，是个修炼的好去处。正好这太晨宫的主人资历深厚，只需略略指点一二，既不至于被扰了清闲，小殿下又得以突飞猛进，不失为两全其美的法子。帝君意下如何？天君顺势发问。帝君虽然心念凤九，但他要的是众人对凤九客气的疏离，而他本人并不想与凤九有过多的接触。前几次与凤九相会，打了擦边球，没遭天谴，他已经很是庆幸，也带着后怕。那日散朝若不是凤九言辞莽撞，他担心影响天族和青丘的关系，才插手制止。以后切记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肯冒险触犯了天意。所以他明知天君的意思，却不肯接下这差事。然而眼下这情形，如果他不接下，就真的没人敢接了。天君连宋哲言、程昱和凤九都会下不了台。好吧，那本帝君就领了这份差事。不过丑话说在前，我只教这位女君3日，以后就看她的造诣了。天君尽管听得出帝君的敷衍之意，但好歹是应允了。这仙界也确实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反正东华本就是个不理俗世的神仙，这也符合他的性子，便要求凤九今日起退朝后都去太晨宫修炼。凤九怯怯低看了帝君一眼，硬着头皮答应了。朝会过后，凤九只得按天君的意思跟着帝君回太晨宫。凤九为了避嫌，刻意跟在司命后面走。司命被夹在帝君和凤九中间，很是为难，又不敢说什么，只得把脖子缩了缩。进了太晨宫宫门后，帝君突然停下脚步，转身望着凤九。司命一看这情形，识相地从二人中间撤到一边。凤九就这么突然被暴露在帝君的视线中，只敢低垂眼帘不吭声。进了这太晨宫的门，就得一切听我的。帝君一进门就开始定规矩。凤九暗自腹诽，说的好像出了宫门就可以不听你的一样。有意见？没有。凤九慌忙摇头。那么你打算穿这身衣服练功？凤九像是意识到了什么，抬头难为情地说，今日天君安排的突然，我也没有带其他衣服，还不赶紧用仙法给自己换了。帝君端出了师傅的姿态。凤九，莫不是连这层法力都没有？凤九心虚地点点头。那就让司命师仙法换了吧。帝君漫不经心地交代下属。司命一听就炸裂了，不是，这换衣服的事，他司命星君当初摸个狐狸毛都被帝君眼神鞭笞了许久，至今回想仍心有余悸。若是给小殿下换衣服，怕是会死得没个全尸。怎么不动？难道要本帝君亲自动手？帝君加重了问责之意。凤九觉得他不能呼吸了，全靠意志力支撑自己站着。要不小仙去请程昱元君帮忙？司命突然想到解决之策，连忙建议。帝君眯起了眼睛看着司命，你倒是个会当差的，这算是允许了。司命庆幸自己脑子转得快，于是领命一溜烟地出了宫门。方才差点吓死了，当真是吓死了。只剩下自己和帝君，白凤九觉得压在胸口情绪又加重了几分。她一个青丘女君，在大庭广众下被天君说才不配位，已是万分悲催。谁知后来更有甚者，一个愿意当他师傅的人都没有。他坚强地撑到了现在，进了太晨宫，着装这种敏感问题却被当成个寻常差事。他青丘女君的脸真是被打得啪啪作响。他当真是后悔从小懒于练习法术，家里人也都宠着他顺着他，要不是他爹对抗着全家的溺爱逼着他练习，他怕是至今都和米谷一个水平。可如果他从小就善用仙法，那就打得过赤炎金泥兽了。那帝君路过也不需施以援手，那他就可能永远都无缘识得帝君。凤九忽然就想通了，这都是缘分。他既然得了帝君一句我会喜欢你，便要为之付出许多代价，有些在之前预付了，有些还要继续支付。现在站在这里也是要承受的事情之一，你且在此候着，程昱快到了。说罢，帝君独自进了寝殿。程昱大殿上计划得逞，心里欢喜万分。虽然他的建议换得帝君一声咳嗽，可连宋为他担起了应对。程昱难得的觉得连宋没那么讨厌了。他一路悄悄跟着凤九他们，想看个究竟。见他们进了宫，又不好贸然跟进去。
正在附近转悠溜达，寻思着找什么理由拜访，却看见司命像逃命一样从太晨宫里窜出来。一问之下，才知撞上了现成的机会，于是果断变出一套练功装，随着司命一起进了太晨宫。程昱一进太晨宫就四处张望，终于随着司命走到后院，看见凤九独自一人候在院子里，正想问话，帝君却从寝殿出来了，一身白衣，没有外披，只穿了中衣。见过帝君。程昱虽然在朝会上挨了帝君一咳嗽，现在依旧心虚，但还是佯装不懂，笑得没心没肺。帝君不理他，对凤九说：“还不快进去换衣服？”是。凤九连忙接过衣服，遵命按帝君眼神所指方向进了那间屋子。程昱惊讶得合不拢嘴，小声问司命：“那不是寝殿吗？”司命吃够了说话的亏，坚持催眠自己说程昱声音太小了，他什么也没听到，默默立在一侧。帝君对今天程昱出头还有芥蒂，既然衣服送完了，就请回吧。司命恭送程昱元君。司命正准备送程昱，却见程昱忽然坐在院中的石椅上，靠着桌子，皱着眉头哎呦起来：“我刚才走得极崴了脚，现在动不了，怕是只能坐在这里休息。我不占地方的。”司命忽然觉得厚脸皮的帝君遇到了对手，心底暗自期盼着有人能让帝君吃个瘪。哦，好，那你且在这里坐着，待会儿教学的时候保不齐我劈歪了，伤到元君。不过别担心，太晨宫有的是各种金疮药，你最多残个10来天就能下床走动的。帝君抽出苍河剑，用一块洁白的帕子擦拭。程昱张着嘴，眨巴了2下眼睛，讪笑着说：“许是这太晨宫仙气足，我的脚竟然不疼了。”小神这就告退。说罢连忙走了。帝君转而盯着司命：“你刚才在想什么？”司命一惊，急忙说道：“哎，没想什么哦，小仙想着可能得去送程昱元君，这就去。”说着连走带跑地冲出了后院。凤九从寝殿里走出来，已是一身浅橘色束口的练功服，一头秀发也梳在脑后，竟有种英姿飒爽的感觉。他奇怪地张望下，刚才程昱和司命还在，他们去哪了？帝君不回答，从头到脚扫了一眼凤九。连宋本来想借着找帝君下棋的理由过来打探下情况，刚进太晨宫宫门，却见程昱和司命先后从后院出来，似有劫后余生之意。一问情况，觉得自己还是不要去碰钉子的好。3人在太晨宫前庭思索，怎样才能看到里面那堆的动态呢？要不司命你去找几个椅子来，我们偷偷从墙头看。程昱首先提议。连宋反驳：“我好歹是个皇子，扒在人家墙头像什么样？反正这太晨宫地方偏僻，也不会有人路过看到的。”程昱思心里觉得拉着连宋下水，帝君也许就有所顾忌，不会放开手脚收拾打扰他的人了。还是不行，连宋到底没有程昱那么拉得下身份，我们不说出去就没人知道的。程昱继续劝说，接着娇嗔地看着连宋，眼神带电：“这是我们的秘密。”司命去拿椅子。连宋转而对司命说：“后院里东华帝君没有任何铺垫，开场白就一句话：我要知道你功力如何，你拿着这把剑全力以赴来攻打我。”说着便把手中的剑递给凤九。凤九看着东华冷峻的神情，找不到一丝往昔的温存。也许这就是他从没见过的那个他吧，这就是他口中真正的他吧。能了解真正的他是怎样的，他白凤九拼尽全力也要知道。凤九从容地定了定心，接过利剑。东华背手而立，等着他出招。然而接下来凤九使用了各种招数，却不得近身，最后黔驴技穷，气喘吁吁地把剑撑地上当拐杖。这就是你全部的能力了？东华挑衅地问。凤九的自尊心已经被伤得麻木，反而生出一丝倔强来。他思索着自己还没有用过的招式，他一定要碰到东华，哪怕只是剑气擦到他的长发也好。忽然他想到了什么，款款起身，眼里执着地望向东华，一手持剑，一手扯下衣领，露出一侧香肩，来了出美人计。帝君一愣，